我只是担心投鼠忌器会伤了你心爱的荣家商。我跟他早都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再者说了，他是个男人，总不会需要一个女人来保护吧？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把荣家这些黑心产业全部砸个四分五裂，然后让那些堂主们自己去厮杀吞并，在他们都在做春秋大梦的时候，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啊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大少爷，用点宵夜吧。厨房炖着乳羊汤，鲜得很。不用了，晚上应酬的酒局上喝了一肚子酒，没什么胃口。家里还好吧？哎，小弟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？太太在张罗着，已经派人回祖坟看风水了。棺材也订好了，明日他们送过来。孙姨太这些天好多了，今天还在院子里散步，老爷找了一块玉出来，说是等小少爷入土时带着。知道了。啊，少爷您休息。爹，小弟走的那天，你晕过去了，医生来诊断。说是轻微的中风，导致手臂麻痹。加上那是我的小金库，你拿出3万，芳华结婚。当作是我给他添的嫁妆，剩下的你帮着管着。日后芳林结婚，你给他，我们荣家的女儿嫁人，再怎么也不能寒酸了。哼。淑君呢？太太回娘家了，明天一早回来。淑君回来，让她来见我。我累了，我要休息一会儿。
送餐的倒是够快的，进来吧。嘉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赵叔常年在理查饭店组织牌局，就想过来玩几手，没想到打扰赵叔休息了。还真是不巧啊！今天牌局散的有点早，这样，我换身衣服，咱们爷俩去楼下酒吧喝2杯。不用麻烦了，既然打不了牌，那我们就随便聊聊吧。进来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我爹生病的这段日子，我一直都在管公司的事情，家里的事多亏赵叔照顾了。看起来赵叔对太太尤其关怀，难怪太太最近容光焕发，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呢。家长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淑君和我也是一时冲动犯下了错，可这件事情没有必要闹出去，伤了荣家的脸面。确实，我爹是一个爱面子的人，现在身体不好，小弟又走了，伤心都来不及，要是知道太太的事，怕是更加承受不住。为了荣家着想，这事必须捂严实了。荣家上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狗东西，不愧是你爹的种！你先是害死了我的心儿，又拘禁了老爷，现在又想威胁我！你这个畜生！你这……妇人之见。家上，冷静，有什么事情，我们慢慢聊。赵叔，我爹已经都和我说了，他叫秦水根，为了贪图他的结拜兄弟荣定坤的一张彩票，秦水根杀了荣定坤。终究只是保不住活呀。那个荣家的女孩子没有死，她回来了。原来如此，她是谁呀？不会是你的家庭教师冯小姐吧？你就是那个赶车的汉子吧？世珍对你有一点印象，你骗他娘去见我爹，然后和我爹一起砍杀了他们母子。果真是他。坤哥跟我说过，第一次见他就浑身冒冷汗。坤哥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一个女人，唯独见了冯小姐，让他大吃一惊。他是来复仇的吗？我爹一直都很怕吧，所以一时买不下文春里，就不惜放火烧。因为文春里一旦被别人买去，老楼里真荣定坤的尸体就会被别人发现。我其实是不赞同他放火的，那样反而会弄巧成拙。荣定坤是你爹亲手杀的，我只是负责藏尸而已。那也是你爹第一次杀人，从那以后心里一直犯膈应，生了心病。你是想说我爹兢兢业业很不容易吗？哪怕他带着病，把荣家的人都杀个精光。书记，你现在都知道了，比起荣家的事，大哥和孟家小姐勾搭，骗了金麒麟的事，已经不值一提了。可是加上你要知道，若不是你爹心狠手辣，荣家早就已经倒了。你现在能做个光鲜体面的大少爷，而不是哪个商会的小职员，或是哪家店铺的小学徒，这都要拜你爹无耻所赐。沾满污血的袍子再华丽，又有谁会穿在身上？那又如何？
他毕竟是你亲爹，割肉放血也改变不了。你这辈子都背负着你爹的罪，所以，与其清算他，倒不如想想怎么收拾你这个烂摊子。我爹的罪由我兜着，那赵叔的呢？赵叔，要是那些叔伯们知道荣家这些年折损的货都被你私下给转卖了，他们会怎么想？闲言碎语的话也要相信吗？我既然能在这里和你当面对质，就不会没有证据。自从我进公司以后，我就发现南边的有线和雾线折损率很不正常。我爹是信任你，认为这是局势不稳定造成的，可我一早就在查你了，人证物证我这里都有。要是我爹和那些叔伯们知道的话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？你认为我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吗？当然不是了。赵叔这些年和叔伯们争权夺利，很辛苦吧？算不上什么，你还年轻，斗不过他们。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好的建议，说说吧。把这块生意给我做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贪了我们荣家这么大块生意呀？啊！家上压不住的，大家面上现在是相安无事，可私下早就已经按耐不住了。与其等这些老家伙背叛，不如让给我，由我来管。赵家和荣家合伙，我做事，你们只管每年拿红利就是。呸！那是我们荣家的生意，凭什么让你白拿？你做梦！赵华安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！你跟荣定坤一丘之貉，你们都不是东西，混蛋！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。如君，这些老家伙面上对你客气，可个个都是血债缠身的人，他们如果狠下来，也是能灭你们荣家满门的。秦家，准确的来说，是秦家。荣家已经被灭了满门，只余世珍一个。赵叔的想法，我能够理解。既然不在其位，自然不享其利。想必你也知道，我对荣家暗处的产业深恶痛绝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们可以聊聊股权转让事宜。毕竟，我不图用这些事赚钱，只求平稳度过。家长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？把自家的产业拱手让人呢？太太有出息，刚刚死了庶子，就能出来投汉子。你说的是股权转让？对，就像赵叔说的，我们荣家释出股权，退出那几家公司的董事会，支持你当新的董事，并且以市场价的9折卖给你。但是我有条件，我只要现银7折、8折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卖给别人只会赚得更多。8折就8折。什么时候办手续啊？明天就让两边的律师会面。好，家上有魄力，虎父无犬子啊。时间不早了，赵叔早点休息。太太我就带走了。
说吧，你想怎么处置我？赵叔有一点说的没错，我爹的确不是个好丈夫。太太这些年不容易，太太是长辈，我本来也没有资格处置你。我和我爹说了，你要回娘家，等他醒了，你去见见他。我爹最近受到打击不少，精神萎靡不振，脑子一片混乱，也不记事。只是方玲还没有出嫁，太太的事情要是走漏了风声，你让她如何找婆家？你别想拿方玲来威胁我。我们母女就算绑在一起跳黄浦江，也绝对不会败在你的脚下讨生活。方玲是我的亲妹妹，对她好，照顾她，这是我的义务。太太心既然已经不在荣家，你若想离婚的话，我会帮你让我爹签字，还你自由。我不能离婚，起码现在不能离婚，要不然方玲怎么出嫁？明天叫律师先拟个协议，把我所有的嫁妆都给他，等他找好了人家，我立刻搬走。好，那就请太太最后再辛苦一下。你跟你爹不一样，我知道你在心里一直恨我。当年让你爹把你送到军校去受苦，可现在看来，如果你没有离开，在这个家长大，受到你爹的影响，也无非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不对，哼，应该说变成另外一个秦水根罢了。也许吧，不过我已经不恨太太了。我们俩各自好自为之吧。进来吧，放到茶几上即可。好的。冯小姐，按照你的要求，这些就是荣家旗下商行各个干事详细的背景调查资料。辛苦杨先生了。还有个好消息，赵环和荣家上的律师见面之后，马上就行动了。这是昨天下午他们俩见完面之后，我拦截到的电报。这么一大块肥肉被赵怀安叼走了，看来荣家这是要大乱了。对了，杨先生，你能帮我再找一下关于荣家做烟土生意的资料吗？我现在就去。谢谢。还特地
让我派了记者去跟拍，你这是要酝酿什么大事吗？你好，一份牛排，一杯西芹苹果汁。您稍等。这报纸的消息一出，商行内果然躁动了不少。稍微有点资历的股东都跃跃欲试，不是从我这里旁敲侧击的开条件，就是暗中给赵华安使绊子。这一部分的生意，在没有签完合同之前，花落谁家还彻底未知。你这是让股东们内部争权，削弱他们的实力，最后你渔翁得利。云池，荣家这些年的生意都太肮脏了，我一直以来都深恶痛绝。说实话，这一部分的生意，我不想交给任何一个人做。你不会是要……我要等到他们斗得两败俱伤，然后出手，把荣家所有的灰色生意全部毁掉，尤其是烟草。您的牛排，请慢用。谢谢。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你如果这么做，最后荣家会彻底的分崩离析的。你就算再恨你爹，恨荣家那些生意，你也要替你妹妹们着想啊。这没了荣家的后盾，他们就更加艰难了。云芝，芳华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吧，嫁妆我一早就准备好了。至于方林，我打算送她出国读书。那你呢？你爹和赵华安穿一条裤子。他如果重新夺回荣家主权，他还会继续以荣家大少爷对待你吗？到时候把你扫地出门，你岂不是落个一穷二白的下场？那时，你的冯先生还会要你吗？要我觉得，这女人都是需要物质滋养的。就算她肯要你，你舍得让她陪你过苦日子吗？我果然喝不惯这蔬菜榨汁，太苦了。明明加了蜂蜜啊，还是太苦了。父亲，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听说荣家的事？女儿新堂而上，没有长辈扶持，也没有亲戚帮衬。你说你和荣家上在重庆的时候就交往过，你觉得他现在对你的情谊如何？女儿对他还是有感情的。至于他，上海花花世界哪有不变心的男人啊？但女儿跟他毕竟是相识于微时的情分，和那些冲着他名利来的女人是不一样的。给荣氏商行打个电话，就说我想请荣少爷喝茶。请用茶。多谢。桥本社长这次请我来，有何贵干？听说世之最近处境不是很好，世之在家里非常担心你。你后面那几个叔伯呢，我早就有耳闻，那可都是阎王修罗般的人物。如今令尊受伤隐退，他们不服你，想欺压你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晚辈知道自己学识浅薄，也难怪下面的叔伯不服我。其实我最近也在想，索性就把运输和种植两块产业分出去算了。我可不能这么说，这两种产业可占据了你们家6-7成的家产，你不要意气用事，因为一点点的挫折而放弃了家业。
令尊打下的江山不易，你要好好守着。桥本社长放心吧，之前签署的合同依旧有效，后面接手的经营者也会履行合同。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叔伯，同他们合作，比我这个年轻人可靠多了。世侄啊，我自然不担心这个，我是不忍心看到你就这样放弃了家业。如果你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跟我说，我会帮你的。桥本社长有何高见？你和我女儿世之曾经有过一段缘分，那个时候你们还小，没能继续下去。等我知道的时候，你已经与杜家有了婚约，我很是遗憾呐。可如今你与杜家已经解除了婚约，会不会考虑和我们家世之在一起？你们两个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，又是那么多年的情缘。虽然世之是庶出吧，但论容貌才情，一点都不比别人差。桥本社长，我很感谢你替我担心，也愿意出手相助。但是我现在还年轻，所以娶妻对我来说还为时过早。看来你是真的想把家业丢掉了。令尊是怎么说的？现在荣家的事情都由我全权做主。你是一时冲动才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将来后悔可为时已晚啊。伯父此言差矣。除去运输和南方的种植园，我们荣家还有建筑和进出口公司。虽然不及运输和鸦片种植的利益大，但是养活我们荣家一家老小，完全足够了。年轻人啊，就这么点野心？有些不义之财，罪孽甚大，不赚也罢。况且我爹在受伤之后，他也觉得是自己早年作恶太多，遭了报应。所以我打算把那些生意出手之后，多做些好事，也算为自己的家人积德行善。伯父，晚辈生性谨慎保守，让您见笑了。世之啊，我是诚心诚意的想跟你合作。感谢赏识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晚辈就先告辞了。阿尚，阿尚，是我让父亲来找你的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桥本家……世之，承蒙厚爱，但是我还是习惯把感情和生意分开来。如果你是看在我一片困境，希望拉我一把，那大可不必。我荣家上还不需要靠女人来上位。阿尚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不然我也不会恬不知耻跟父亲说联姻的事。我真的想要嫁给你。我们在重庆的那一段，只不过是还未开始的青春懵懂，连一段真挚的感情都算不上。我现在已经有心上人了。人要往前走，目光要向前看。你也该从那段经历走出来了。阿尚，阿尚。冯小姐，这是刚刚拦截到的电报，
赵华安的运输密码升级了。还真的被你破译了，干得不错。来，喝一杯。好啊。就祝我们成功。对，祝我们成功。来，坐。荣家年初有一批货要往外运，这些堂主还真是有恃无恐。我查了一下这批货的一个运输动向，他们运私货居然比运公货还要多。哼！我以前还以为秦水根当家的时候会管理的还不错，但现在看来，秦水根也是拿这些功高震主的兄弟们没辙。所以，荣家这个分裂早已经成定数。荣家，你觉得荣家上他会怎么做？他真的会如外界谣传那般，将荣家所有的灰色生意，通通交给赵华安处理？看看就知道了吧。其实我在想啊。虽然这些灰色收入和灰色生意确实很不入眼，也很无耻，但是毕竟能挣很多钱，人又如何会跟钱过不去？我想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与赵华安合作，他干活，我挣钱，一举两得。我觉得荣家上并不是一个喜欢坐享其成的人。看来还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！我跟他早就分开了。这个家待久了，也该出去走动走动了。这样吧，明天让保利带你出去玩一玩，四处逛一逛。好啊。来。啊。宝莉，够了，买了那么多了，1年都换不完。
别抱怨啦，这才几件衣服呀！你可是跟着七爷混的，要是让人知道七爷的女人打扮成你这样，还以为他多抠门呢。我又不是七爷的女人。好了好了，差不多。就这裙子是不是长了1寸啊？可以吧，不长。哎，店员，有没有这种相同的款式，然后再短一点？有的，我再去找找看。好，不用麻烦了，这个挺好的。现在巴黎和纽约的女人都穿那么短。我给你找本杂志。主少沉壮，容氏分崩离析在即。不过也是，他才20岁啊，还年轻着呢，压不住那些老人也很正常。不过依我看啊，荣家光是靠着进出口和房地产2处就足够吃香喝辣的了，也确实没必要再去做那些个又缺德又冒险的生意了。好了好了，别看了别看了，咱继续试啊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？来，看看。少爷，该走了。来得正好，就在刚刚，荣家在南方的几个堂口火拼，一连3个鸦片园子，甚至开着轮胎上绑了铁链子的车进地里，刚种下的酒井都给碾烂了。所以，接下来你是怎么看的？这个赵华安虽然拿到了公司的股份，但是他身边这群虎视眈眈的股东们，估计也正在谋划着怎么去搞垮他。我在想，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有一封密信给他们，告诉他们赵华安最重要的货物的一个去向，我想他们应该愿意助咱们一臂之力，给赵华安制造点麻烦出来。聪明。此人姓刘，是赵华安重要的敌手之一，2个人在南方的实力是不相上下的。七爷，我想你已经有所安排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尝一丝爱的余味，恨却刺痛了蔷薇，细雨伪装的眼泪很美，没钥匙打不开心扉。有谁知未来的路，月儿不必人孤独，独坐等清风一树海棠红儿，与你共舞，又会一刻同步，记忆中会留下
的城。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记忆中会留下你笑容里的真。秋风也带不走无辜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是小小的城。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彼此毫无疑问，时光留下逃出我们。就是注定相爱的人，珍惜的人。